各位终结者的同学，大家好，我是 Dustin。好，那我们现在的时间是2025年的10月16号晚上的8点钟。好，那我们经过之前啊，就是讲过 RC，讲过 CR，对不对？好，今天的直播课我们要回来讲的是 TPA。好，就是我们的 DI 的每一个循环。好，我跟大家解说一下我们的循环长什么样子。好，我们的循环总共有8堂。好，这大概会在2个月里面完成，因为我们是1周2堂嘛，所以是8周之内。好。然后呢，这里面呢的顺序会是这样：CRRCDI 哦，CRRCDI，然后最后一轮是 CR 跟 RC，它就跟对应到我们上课的这个时间比例这样子。OK，好，好，那我们今天呢要来讲的是TPA，好，就是我们的 DI 2堂，一堂是 TPA，然后另外一堂就是说我负责的部分啦，另外一堂是 MSR。好，那我们今天看的是 TPA 哦，好，那我们今天选的题目当然都是目前解题影片里面都还没有的，而且我们等一下在讲解的过程当中呢，我也会随时去讲哦，就是上课中没有讲到，但是呢后来发现实际上有用。哦，还蛮有效的小技巧，这样子哈、给大家参考。我们今天总共有4道题目要讲。哦，那当然这些题目并没有很难。哦，但是呢，我们都知道 TPA 是很多同学会觉得很花时间，然后呢很无法克服的一个部分。好，那除了我帮各位同学排读书计划的时候，会刻意的把 TPA 排在比较中期的地方，不会说一开始就练。好，为什么？因为呢，TPA 本质上是CR 跟数学的结合体。然后呢，它又比起单纯的选择题，还多了一个需要2组选项互相配合，所以它格式上比较复杂，文字量也比较长，它本身用到能力又是 CR 跟数学的叠合，所以我们通常在排读书计划的时候，在前期先把数学跟 CR 练好，并且去练阅读能力，在中期的时候再去过渡到 TPA，只是我们的读书计划排法的技巧上。哦，一个很重要的点，这样子，OK，好，好，那我们今天先来看啊，不管你现在有没有平常练习和练 RTPA，我们都应该来看今天我示范的解题流程，好不好？好，我们今天总共有4道题目，这4道题完完全都是出自于官方的题目。好，那我们先来看第1道题目哦。好，各位，我们现在看到，大家应该都有拿到之前的连接嘛？我们看第1道题。好，那还记得我们上课的第一个步骤是什么吗？我们说第一个步骤是要先快速的判断这道题目它到底是属于偏数学，还是属于偏逻辑，对不对？好，那怎么判断？方法非常简单，就是先看一下选项有没有任何的数字成分，然后呢，也可以稍微瞄一下文章里面有没有数字成分。好，如果是数学题，比如说我们今天会有一道数学题，像你看这个地方就很明显是数学，对不对？好，但像这种的话，你看选项也没有数学成分，文章也没有任何的数字成分，那这种时候这道题目就是属于纯逻辑题。纯逻辑题的情况下呢，我们不应该先去看文字。好，那背后的理由是什么？我们上课有特别提到，就是说，因为纯逻辑题的情况下，文字量通常都很大。OK，好，其实文字量大是 BI 里面的一个共同特色啦。好，就是说不管是 MSR 或者是 GT，它的文字量都会偏大。但是我们都知道，DI 的文字量大跟 RCCR 的文字量大那个是不一样的概念。为什么？因为 DI 的文字量大里面其实有很多是虚胖的废资讯、垃圾资讯，就是你整个题目事后检讨会发现这句话那句话根本没有用到，这样子。OK，好，所以呢，我们要从问句跟选项出发，先仔细读问句，并且快速浏览选项。注意哦，我们处理问句是会非常慢的。好，但是我们处理选项是会比较快的。OK，好，然后呢，我们心里面先建构一个，等一下回去文章要关注什么资讯的心理预期，再回去文章，你比较容易去避开那些无关资讯。这个是解 TPA 题目的重点方法之一。OK，好，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做这件事情哦。首先，第一步，我们知道它是逻辑题之后，就开始先关注问句。当然，你可以看到，如果是有挖空的地方的话，这个挖空句本身也算是问句哦。哦，为什么？它就是属于你要回答的句子嘛，对不对？好，所以我们要读的时候，不是只读这个，你读这句话没什么意义。你看他说，就是 X 选一个，Y 选一个，然后去完成这个句子，对不对？这个问句本身没有任何的意义。其实你应该把这句话也一并读进去，好不好？好，来，我们先懂他要做什么事情。他说，根据实验的结果，来，请各位注意到这个根据。好，你看到这个 according to，你就要联想到我们在上 RC 课的时候讲到的题型判断关键词。according to 上课的时候讲它是什么样的题目，叫做 supporting idea，对不对？也就是说，等一下不允许你去做文章以外的推论哦，就是你不能去脑补说哦，根据常理可能也会怎么样怎么样，不能去脑补。
就是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你的选项的资讯你必须要完完全全从文章里面得到。OK，它叫 supporting idea。好，所以不是那个什么 it can be inferred 或者是 based on something。好，这就是一个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的 supporting idea 的题型，根据文章里面的实验结果，好不好？好，When the researchers increase the number of site choice，当研究人员去增加就是可选地点的数量的时候，OK，好，那接下来第一个空格主词 were more likely to choose，第二个空格受词被选择的东西。Then when the researchers presented fewer site choices，也就是比起给出更少的可选择地点，当我们把可选择地点增加的时候，那么主词会更容易去选择受词 ，X 会更容易会选择 Y，对不对？好，所以其实这个问句你要先仔细想一下，它的关键资讯是什么？它的关键资讯就是要我们去找出因果关系或者是变化，对不对？好，什么叫因果关系？可选数量增加导致了后面这件事情的发生，所以我们等一下在文章里面去找因果的关系。第二个变化，这件事情不是自然发生，而是当我们的原因是增加可选数量，对不对？增加地点的可选数量。OK，好，所以等一下回去文章你需要注意的是哪里有讲到地点数量的变化，以及文章里面有没有讲到地点数量的变化会对后面导致什么样的影响？你看，其实我们现在做的事情跟我们在做 data sufficiency 是一样的，但它跟我们在做 CRRC 不太一样。好，我们在做 data sufficiency 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是先想好问句这个数学比如说还要我们求圆的面积，那我们先想好圆的面积它必须需要的是半径，好，或者是还要我们求圆柱体的体积，那我们必须要先拆解，知道说它背后需要的是圆柱体的高，还有就是它的底面积，对不对？好，先搞清楚说这个问句它需要什么东西。OK，我们现在知道，等一下回去文章需要找的是因果关系跟地点的数量变化。OK，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不要先继续看文章哦，我们先看一下选项的部分。OK，好，那你可以看到，我们上课有讲过嘛，选项如果长的话，你就不用看全部的选项，你就看一两个就好。但这个地方选项并不是那么长，所以我会建议你快速的把选项都看完。好，那这个选项看的时候呢，就不要花太快的，不要花太久的时间哦。好，选项看只是为了先让你知道说等一下有哪些东西可以选，然后也让你知道这篇文章的背景是什么东西。OK，好，来第一、第二、第三个选项，它都是在讲说巢穴的地点，对不对？比如说有几个巢穴，比如说一个适合的巢穴，一个不适合的巢穴，跟一个高品质好的巢穴，对不对？好，这些都来讲巢穴。然后这个地方呢，都在讲什么？蚂蚁，对不对？好，单只的蚂蚁，而不是一群蚂蚁；一群蚂蚁，而不是单只的蚂蚁，或者是单只跟一群都会。好，那你就可以大概想象的出来说，就是刚刚这个 x 跟 y，x 是去选择的，对不对？做选择这个动作的，y 是被选的，所以代表说，等一下好，主词应该是从这三个里面选一个，因为蚂蚁才会去做动作嘛，对不对？那受词被选的是什么呢？应该是巢穴的位置嘛，对不对？巢穴，对吧？所以你就可以想象，等一下 x 是在这三个选一个，y 是在这三个选一个。好，所以你看你现在都已经准备好了。好，我们先总结一下，刚刚还没有看文章，我们现在带来什么东西？第一个，我们先知道说这个题目的背景应该是讲是蚂蚁选择巢穴的故事。OK，好。第二个，我们知道这道题目一定要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完全凭文章的资讯去做到，因为它是 according to supporting idea 题。第三个，我们知道说这道题目它挖空的地方，好，它的 x 是要选择什么样的蚂蚁，好，y 是要选择什么样的巢穴，好。四个，我们知道是这一道题目里面，我们要等一下回去文章注意的是，有没有讲到因果关系？然后呢，这个原因如果今天是可选巢穴数量的变化的话，它会导致什么的结果？所以你看完选项跟问句，你要问自己，你有没有去抓到这四个重点，好不好？OK，好。那当然，做题的原则上就是细读问句，但是呢，略读选项。OK，好。然后呢，注意细读问句的时候去思考，到底我等一下会文章要找什么关键资讯。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特别是这些点，我们回去精读文章哦。OK，好，来，首先第一句话说什么？说 researchers design an experiment to test whether colonies of ants could choose a high quality nest sites from many options
more effectively than could individual ants。那你看这句话读起来，虽然它是长难句，可是我们读起来会比较方便，因为我们刚刚心里面已经先知道了这篇刚刚看的选项，就大概能预测出来，文章里面应该讨论的是蚂蚁跟选择巢穴，对不对？所以这句话你读起来，因为你刚刚心里面已经有预期了，所以你读起来会比较顺。好，研究人员他们做了一项实验，去测试说，哎，蚂蚁的群体是不是比一只单只的蚂蚁有看到吼？哦，就是比起单只的蚂蚁，一群的蚂蚁 colonies of ants 是不是更能够去选择好的巢穴，对吧？更有效的去选择好的巢穴。好，那当然这句话本身它只是在描述这个实验的主题，它并没有讲到任何的因果关系的结果，对不对？好，它也没有去讲到什么变化，所以这句话它就是我们就是看过就可以了。好，因为你看这时候我用到我们刚刚讲的这种关键资讯，对不对？好，就是你知道你心里面要找的是因果，也知道你心里面要找的是变化，但这句话里面没有给你因果，也没有给你变化，所以呢，这句话就是背景资讯看过就好，你不需要还把它放在心上。OK， 好，再来我们看第二句部分，第二句说。Colonies and individual ants were both given two levels of tests. OK， 好，有一种是一群的蚂蚁，有一种是单只的蚂蚁，它们都被赋予了两种任务，对吧？好，第一种任务是 choosing between two nest sites or choosing from among a nest site。这边速度就要变慢了，为什么？因为你可以看到有一个我们知道关键资讯好像要出来了，就是我们说的变化，对不对？好，就是可选地点的变化。他说他现在有两组，一种是2个里面选一个，一种是可选地点8个里面去选，对吧？好，那今天呢，在这2个任务里面，我们其实都让一半的巢穴它其实是不适合居住的。OK， 好，就是有一半是烂家，有一半是好家这样子。好，好，下一句话说什么 ？Researchers discovered that individual ants made much worse decisions when faced with 8 options, then faced with 2. 喂，哎，这个地方注意哦，来这边速度就要变慢，这个就是你要找的重点。你还记得我们刚刚说什么吗？我们刚刚找的重点就2个，第一个是因果关系，第二个是变化，对不对？可选地点的变化。有没有发现这边开始出现了变化？就是它强调的是什么？它强调的是单只的蚂蚁，它们呢面临了8个 option 的时候，他们做出的决策会比较差，对不对？好，面临的8个 option，比起面临2个 option 的时候，做出的决策会比较差。那这后面就说代表了说他们面临的认知过载的问题，就是东西变多变选择困难了。好，所以这句话它有可能就是我们等一下关键要回答的句子哦。OK， 因为它里面出现了数量的变化，对吧？好，那再来第二个说 colonies on the other hand， 好，就是如果是一群的蚂蚁的话呢 ，choose equally well with either 2 or 8 options, showing that they could better solve the more complex problem as a collective。好，他说那如果是一群蚂蚁的话，那其实没什么差别，就是你给他2个或给他8个都没什么区别。哦，他们都还可以做的一样的决策，这样子。OK，好，那现在全部看完之后，那请问我们刚刚讲到的变化是什么？刚刚讲到的变化是从2个变成了8个嘛，对不对？那这个变化会促使蚂蚁做出什么样的改变呢？好，后面这句话有改变吗？没有改变。如果是一群蚂蚁的话，是不会变的。一群蚂蚁的话，它的决策是一样的。但这个地方呢，来我们看哦，如果是一只单只的蚂蚁的话呢，他们会做出的改变是什么？他们会做出比较差的决策。好，所以这个地方你就知道我们要选的就是助词应该是什么？是一只还是一群，还是一只一群都是？其实只有一只，因为如果是一群的话，是完全没有任何变化，对吧？好，那如果是这个改变，接下来我们下一步是想它导致了什么结果，对不对？那文章里面讲的结果是 worst decision。那请问这3个谁最符合 worst decision 的定义？好，他选了好几个地方，这叫 worst 嘛？这叫比较不好吗？没有啊，对不对？好，他选了高品质的地方，那根本不是 worst，那根本是 better decision，对不对？所以真正跟 worst decision 意思等同的，应该是他们选到了比较烂的那个家。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是第4个的第2个。好，所以你看这道题目对不对？它其实难度是中等，没有错。但是我们来想象一下，如果今天你做的解题流程是反过来，你是笨笨的，就是直接看文章开始，然后呢再看问句，再看这个选项，你会发现就会变得没有方向。为什么？因为这个文章里面它给的不是一个我们生活中平常的情境，它是一个虚拟的，甚至跟我们生活中日常有点脱离的情境。它是在讲的生物的行为实验，对吧？
所以呢，你在看的时候，你不容易去组织它，你也不容易去带入自己的思考，或者把自己带入资讯里面，你不可能把自己当蚂蚁嘛，对不对？对吧？所以这时候资讯在你心里面是零散的。这种时候，你看完想要回来去做这个题目，你可能还要再回去文章去点去对，对吧？但是如果你今天用我们刚刚讲的方法，先看问句，再看选项，然后呢思考这个问句它到底需要哪几个关键资讯，好，我们再回去看文章，就可以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做题路径，这样子。哎，好，这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道题目。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道题目，好不好？来，我把这个关起来。好，这道题目难度略有上升，好，进到高难度的地方了。好，那我们先来看这道题目哦。哦，这道题目，你看，第一个，我们的判断它到底是不是数学题？好，当然我会发现，你会说，哎，赵思颖，我在这边看到了240，那这是不是数学题呢？还不急，你可以从另外地方综合判断。这个地方，来，请问它有没有任何的数学成分出现？好像没有任何的数学成分出现，对不对？所以这道题目大概率并不是数学题。OK，它应该是一道逻辑题。但是如果你还不确定的话，最后一步就会确定了。哪一步叫做看问句就会确定了嘛，对不对？它到底要不要你算，对吧？好，我们现在来看这个问句说什么。问句说，The pilot's decision is likely based on the judgment that in these conditions, accepting a near certain risk of rank one is preferable to incurring the non-negligible risk of rank two。他说，机师的决策，好，pilot 就是飞行员嘛，对不对？好，开飞机的驾驶，飞机驾驶的决策，它很有可能是基于一个判断。这个判断是什么呢？就是在以上的情况下，啊，你在英文的世界里面看到 this，或者是就是英文书写语的世界里面，好，书面语的世界里面看到 this 或 this，或者是 those，或者是 that，再加上名词，它的意思都是前面所提到的概念。像这个 condition 应该指的是文章前面讲到的 condition。好，所以机师的决策是基于一个判断，就是在文章前面提到的这个情境之下，accepting the near certain risk of brand one，去接受空格一，好，我们等一下选的空格一的近乎确定的风险。好，it's preferable to incurring the non-negligible risk of rank two，比起另外一个好不不容忽视的风险还要好。OK，好，比起去就是比起去就是冒一个不容忽视的风险还要好。好，来，其实这道题目跟上道题目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什么？它虽然其实也是两个填空，但这道题目我们可以更积极的去用代入法，就是你把自己带到机师的角色，因为你今天要选的是机师的决策嘛，对不对？所以你现在已经知道了第一个重点是这道题它是一个就是有机师的决策在内参与的题目，所以你是可以把自己带进去那个角色，用人设法。我们现在就是机师，我们现在就是开飞机的驾驶，对吧？好，然后再来呢，这道题它的故事情境应该也是我们的飞行过程中的决策，对不对？好，所以呢，你现在已经有一个故事情境，也有一个人设，等一下回去看文章会更理解。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先看一下5个选项。好，那当然这句话本身是没什么意义了。好，就是如果是填空题的话，它多出来这个问句其实是没什么意义。OK，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那个选项的部分。那选项的部分你会发现说这个地方的长度就变得比较长嘛，对不对？所以我会觉得你不用说每个都看完，你可以去挑2到3个瞄一眼就够了，就是那个长得比较短。好，然后第一个是什么？哦，我们找长比较短的，像这个就是遇到紧急状况，对不对？哦，严重紧急状况，对吧？好，mayday 那种状况。好，或者是什么？或者是像这个地方哦，必须要就是逆着风飞行，对不对？好，或者是像这个地方说哦，必须要回到一开始的目的地去加油。OK，好，我们看完这3个就大概知道了。哦，虽然我们还没有要选选项，但我们大概知道，我们真的是把自己当做是机师，然后呢去做决策，并且呢，我要知道的是，到底什么是我愿意冒的风险，确定的风险。什么是我真的不能忽视？然后呢，这件事情是我不希望它发生的风险，因为它是 preferable 嘛，对不对？所以我希望宁可 rank one，宁可第一个也不要第二个，而且第一个是我知道确定的风险啊，
第二个是不一定发生，但是不容忽视，但是我宁愿不要的风险。所以你现在就可以有一个心理的预想。第一个应该是比较问题不大，确定会发生，但是问题不大。第二个应该是不确定会不会发生，但是呢问题真的很大，我们不想忽视它，对不对？好，用技师的角度去想这件事情。好，那我们接下来看题目的部分好不好？好，来，文章的部分说，An airline carrying 86 passengers has resumed flying toward its destination after maintaining an unscheduled holding pattern for hours。好，我们现在进入到即时的状况。你所开的飞机上面有86个乘客。好，has resumed flying toward its destination after maintaining。来注意哦，它这边的时间顺序应该是后面这件事情先发生，因为它是用 after。好，先发生什么？Maintaining an unscheduled holding pattern for hours。并没有在原本预期之内 holding pattern 的那种盘旋路线。好，你可能盘旋了好几个小时，而且这件事是意料之外的事情。就是你原本是要一直飞过去，可是呢，有人告诉你先 hold 住，你在那边 hold 了好几个小时。然后呢，好，过了这好几个小时的盘旋之后，你终于要回到原本的路线，往目的地飞行，你已经 resume 了，对不对？好，所以现在你是个机师，你就想象一下进入那个状况就是你原本要飞到，比如说从台北飞到 LA，结果呢，飞到一半然后呢，有人告诉你要盘旋，所以你就盘旋好几个小时。那现在继续要飞往 LA 了好，even giving the strong headwind，headwind 是什么？就是往头上吹来的风，对吧？tailwind 是尾风，从尾巴吹过来的风。那 headwind 是头上吹过来的风，就是逆风的意思。OK，就算有强劲的逆风，the remaining fuel will be enough to safely reach the scheduled destination。虽然有强劲的逆风，但是呢，我们现在手上剩下的燃油估了一下，应该是可以安全飞往目的地是没有问题的。这样子，OK。好，所以你现在是个机师，你刚刚其实花了蛮多时间盘旋，对不对？所以你第一件事一定是要去看燃油够不够嘛，毕竟盘旋会耗油嘛，对不对？你看带入法你才会去把资讯连在一起，不然的话，你要怎么去理解这句话？其实这两句话是有关联的，对吧？好，240 kilometers away。好，也就是我们的目的地的240公里之外。那我们算了一下，这个燃油虽然是逆风，但还是可以飞到目的地啦，这样子。好，But pilots have just been notified a further substantial delay at the destination. OK，好，所以呢，你身为机师，然后呢，你被告知说，目的地那边可能又会 delay 可能会 delay 这样子。好，They are reversing course and will proceed directly to another airport, also about 240 kilometers away for refueling。所以呢，你们这些机师做什么事情？改变路线。OK，好，就是返航。然后呢，会直接飞到另外一个距离相同的机场，比如说我们就改变一下路线，不飞到 LA，我们飞到旧金山，我们飞到 Seattle，就是直线距离是一样，但是呢，我就不会飞到原本的目的地了，这样子。OK，好，By the time然后我们飞到其他，我们飞到其他机场是为了去加油，对不对？对吧？好，那 By the time the refueling is complete, condition will likely again delay continuing to the original destination airport. OK，好，那在加油完成的时候呢，有可能再次延误，这样子，对吧？好，有可能到时候再次延误。好，那我们现在来思考一下，在这个情境之内，你觉得你所接受的风险是什么？你所接受的事情 risk 是什么？你没有接受的事情是什么？好，我们现在重新盘整一下情况你盘旋了好几个小时之后，现在呢重新飞往目的地，你发现手上油还够，可是有人跟你讲，你要飞到那个机场可能又会有大延误，对吧？好，所以你临时决定了去别的机场去加油，对吧？好，所以其实你在担心什么？你在避免什么东西？你在避免的这个东西应该是油不够，对不对？不然你干嘛去加油，对吧？你在避免的应该是油不够。那你为了这件事情牺牲了什么呢？你接受了什么风险？你接受的是我们就麻烦一点，对不对？我们就真的是直接放弃飞到目的地，我们就加完油再重新飞，然后呢可能有延误嘛，对不对？对吧？所以呢，总而言之，
我们刚刚的这个情境归纳起来，就是我们真的不想遇到的情况，叫做到时候真的没油了，对不对？对吧？万一再延误就没油了，不让我降落就没油了，所以我才会决定去加油。我们愿意接受的牺牲叫做，就是我们去别的机场加油，但是呢，到时候要重新起飞飞往目的地，我们又要再花时间，又要 delay，对吧？好，所以你看哦，有没有这边就是对应到我们看文章是为了要回答我们让他心里面对问句的解读的问题的。我们刚刚用了什么方法？第一个，我们仍然使用逻辑类别的 TPA 深度解读问句的方法，但是我们同时也使用了另外的方法，跟上一道题不太一样，因为这道题是有人的角色在里面，所以我们也同时使用了人设代入法，让我们在看文章的时候不会脱节，不会变成第三者，对吧？好，那并且我们在那个角色思考，到底我牺牲了什么，我想避免什么东西，我们就知道我牺牲的是 delay，对吧？我可能牺牲的是麻烦不方便，但是呢，我保护的是不会再遇到了没有的状况。好，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知道说要怎么去解了，对不对？好，我们可以先解哪一行其实都可以了，因为这个小灾难跟大灾难这件事情，就是两个是各自独立的，而且我们现在都有明确的预想了，所以我觉得你想要解哪一行都可以这样子，你想要先解第一个也可以，你想要先解第二个也可以这样子。OK，好，那比如说我们先解第一个好了，第一个我们愿意牺牲的点是我们愿意去飞逆风吗？不是啊，逆风只是文章里面的一个背景关键字，逆风只是告诉我们说现在的油就算是逆风还够，对不对？但它不是我们愿意做出的牺牲，对吧？好，然后呢，第二个是什么？我们哦愿意去面临紧急情况吗？不是吧？紧急情况是我们不愿意的嘛？我们要牺牲的，我们愿意接受的是什么？愿意接受的是 delay，不是紧急情况，对不对？紧急情况应该是我们不能接受的事情，所以这个选项我们也不会选。好，然后第三个，我们愿意接受 having to refuel at an originally scheduled destination。反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愿意接受的其实应该是去别的机场加油，而不是回原来的机场加油，对不对？所以这个跟文章里的资讯完全不符，对吧？第四个，我们愿意接受的是，哦，乘客们可以理解我的决策，这是风险吗？这好像不是风险，对不对？对吧？乘客们理解，乘客们理解，这不是好事吗？这怎么会是风险的，对不对？对吧？好，第五个，我们愿意接受的风险，愿意接受的牺牲是什么？是可能会对乘客造成不便，这对应到我们刚刚讲的可能会 delay，可能会造成麻烦，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会先选择第五个。好，那再来右边这边呢，我们要选择的是我们真的不想看到的，就是我真的想要避免的事情。第一个，我想避免非逆风嘛，也不是嘛，我们刚刚说过逆风只是一个背景资讯。第二个，我们想要避免严重紧急情况发生吗？有可能，对不对？为什么？我们怕真的没油嘛，对不对？那就是严重紧急情况，对吧？机场的 delay 卡住，然后呢，结果我天上真的没油啊，掉下来了这样子，所以这个选项我们先保留。第三个，我们愿意接受的是，我们不愿意做的事情是回去原机场加油嘛？不是吧？能回当然回更好嘛，对不对？只是我们刚刚说回不了嘛，所以这个东西不叫做我们要避免的风险，对吧？好，第四个是什么？我们不想要承担的大的问题是让乘客理解，有吗？没有吧？让乘客理解不是好事吗？它永远不是我们的 risk 之一，对不对？好，然后第五个，我们刚才左边已经选了，所以右边的不可能再选，对吧？因为这两个应该是逻辑各自独立，不会重复的这样。好，所以这个地方最有可能是这样。我们再把它重新回来对一下。我们做这样的决策，宁愿去飞到别的机场去加油，也不愿意硬飞到目的地机场，是因为我们宁愿牺牲了一点方便，但是我们要确保不会有没有油的紧急状况发生。所以答案是这两个的组合。好，所以这道题你看做题方法跟刚刚也差不多，好，流程差不多，只是我们在做题的过程中更积极的去使用代入法，一样可以让你做出答案。好，那我们再看第三道题目，好不好？第三道题，来各位，这道题目我就会觉得真的是有点麻烦了，这就是大家最讨厌那种规则性的题，知道吗？就是这种题目在如果说是在纯 CR 纯 RC 是不太会出现的，因为纯 CR 纯 RC 它就是真的考逻辑，真的考那种论点式的逻辑，资讯会是结合在一起的。好，但是呢，在 DI 里面，尤其是 TPA 里面，这种零散式的散装逻辑很常出现。
OK，所以通常你看到 TPA 里面文字量这么的大，就要心里有预期了，这就很有可能是散装逻辑题，我都把它叫散装逻辑题。OK，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好，那当然前面的步骤我就不赘述了，前面的步骤一定是这个怎么看都觉得它不像数学题嘛，对不对？所以呢，如果不是数学题的话，那我们当然就是先看问句。好，那问句的部分应该不是挖空，所以这个问句本身就只有实际意义了，它写那么长，对不对？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问句说什么。他说第一栏 aggressive traditional 这一栏这个叫做激进激进攻击的，然后还有就是传统的激进传统，这两个选什么呢？In which the information above must strongly suggest， 来注意到 suggest 就是可以让我们去做推论嘛，对不对？好，文章上面的资讯告诉我们说，用激进传统的开 opening， 什么叫 opening？ 看不太懂，对不对？好，开启will be most advantageous for you to use 对你来说是最有效果的，最有利的。And select the defensive 防守非传统的情况，是什么呢？用这个方式的 opening 对你来说是最有利的。什么是 opening？ 现在还看不太懂，对不对？什么叫做开启，对吧？好，所以没关系，我们接下来再去看下面的一些选项，这些选项它文字都蛮长的，所以我们就挑两个看就可以了，对吧？我们可以挑谁看？我们可以去挑像这个地方看，或者是像这个地方看，对不对？好，你看这个地方说什么？你跟你的对手都了解游戏 X 的 opening，这个 opening 现在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它是指开场、开局的意思，对不对？因为它这个游戏嘛，游戏可能就是像比如说下棋，像比如说打扑克牌，对不对？好，或者是打电动玩具，那一定会有开局嘛，对不对？对吧？开局、中段跟后段收尾之类的，所以这个 opening 应该指的是开始游戏的那个开局，比如说像发球之类的东西。好，那这个地方是什么呢？You and your opponent have the same amount of experience with Game X。好，就是你们两个都有同样的经验，对吧？好，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个故事的背景呢。当然我们也会带入等下的角色了，就是带入其中一个游戏者的角色。好，首先第一个这道题目的背景应该是在讲游戏的。这个游戏不知道是什么，可能是下棋，可能是打扑克牌，可能是打电动。好，然后呢，这个游戏有不同的开局方式，有分传统、非传统的，也有分攻击性跟防御性的。好，然后呢，我要判断什么样的情况下攻击性的传统模式对我有利，什么样的情况下防守性的非传统模式对我有利，对吧？OK，然后呢，刚刚的选项的 preview 大概 preview 有两个选项，大概知道有几个要素，就是我跟对手对开局的理解，对吧？或者是我跟对手对这个游戏的经验值是多少，像大概是这样的概念，就是所以就是围绕这两个变数啦，就是要么是经验，要么是知识。那当然还有可能第三个变数，因为我们其他选项没有看到嘛，但是我们现在不需要把5选项都看完，因为这样做太没有效率了。因为这个选项不是很短，是很长的选项，所以我们就稍微看两个短的选项，先了解一下我们找什么变数就可以了。所以至少我们要找两个变数第一个变数是经验，第二个变数是知识，就是对这个游戏的了解，这样子。OK，对开局的了解。好，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带着这些任务读文章了。OK，好，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找到这些开局方式各自对哪些变数是有利，哪些变数是不利的。这些变数至少有两个一个叫做对这个游戏的经验，另外一个叫做对开局的认识。OK，好，我们先来看文章里面说什么。第一个 ，In the board game X, the traditional openings, strategic sequences of moves at the beginning of games are most advantageous against opponents who understand both the traditional and the non-traditional openings. 好，and also against those who do not understand any of the openings very well。在 X 这个游戏里面，传统的开局模式，OK，一连串的这种就是技术行动，传统的开局模式，它对什么样的人最有利？对于那种对手他了解传统也了解非传统开局方法。来，你们看这边速度要变慢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就是真的在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刚刚我们看到的变数。
对手了解传统跟非传统开局方法的时候最有利。嘿，还有对什么样的人最有利？就是对手他其实根本完全都不了解任何开局方法的时候最有利。换句话说，就是两种极端了，就是要么是对手完全了解各种开局方法，要么就是对手完全不了解开局方法。OK，了解一半的没有那么有利，但是呢，全了解或全不了解的对我们对他最有利。OK，好，这是第一句话。好，先不要去做笔记哦，因为你根本也不知道怎么去整理嘛，所以先不要去做笔记。好，我很少在做 TP 的时候做笔记的啦。好，然后呢，再来第二个，然而非传统开局在什么情况下最有利？Most advantageous against opponents who understand only the traditional openings，而非传统的开局哦，在对手只了解传统开局的时候最有利。OK，我知道你很想要做笔记，我知道你也很想要看懂中间的逻辑关系，但事实上你现在也知道它就是没有逻辑关系，对不对？好，TPA 就是会出这种垃圾题目、阿杂的题目，就是散装逻辑啦，就是没有逻辑，散装资讯让你去做 collection 跟整理这样子。好，所以第二句话跟你讲的是说，非传统的开局是在对手只懂传统的时候最有利，那你也不用去做笔记，没有关系，因为散装怎么做都不好了这样子。好，然后第三个。aggressive openings, whether traditional or non-traditional。那激进的开局呢？刚刚是传统的非传统嘛，对不对？那如果是激进的开局呢？不管是传统或非传统，都对什么样的人有利？就是 a player who uses them against the opponent less experience。这边你们看到他又提到另外一个要素叫经验，对不对？如果是对手比较没有经验，对手是菜鸟的话，你用激进的开局，就是给他个下马威，把他打到头昏脑胀，这样最有利。OK，而如果今天是防守型的开局的话，对什么东西最有利？就是你自己比较没有经验的时候，reduce an opponent's advantage when used by a player less experience with game X。你自己的经验比对方少的时候，这个就比较好理解，对不对？如果你比对手强，你就直接强压他；如果你比对手弱，你就是不惹事，对吧？就是养精蓄锐的。好，这段比较好理解。就是你要打的凶一点，还是要打的贵一点，对吧？如果你比对手强，肯定是打的凶一点，把他打的头昏脑胀。对手是菜鸟。如果你比对手弱，你是新手，那肯定是我们归一下比较好，对吧？好，所以这个地方比较好理解。那前面的地方传统和非传统，这个就比较麻烦，因为有一个东西有一个规则比较特别，就是如果是传统开局的话，对手要么是你就是要么打纯专家，要么打纯新手，对吧？所以这个地方比较麻烦一点。好，但至少我们能掌握就掌握，能够内化的内化，能够带入就带入。所以后面这段我们可以掌握。好，所以你看这篇文章有什么逻辑吗？没有逻辑啊。他就是跟你讲4种不同的维度的策略，它各自适用的状况，对吧？它没有任何的逻辑。OK，好，那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方式是什么？当然回来我们就知道要回去定位找答案，对不对？对啊，但不是叫你每个选项都回去定一次哦，你就想就知道，如果你每个选项都回去对一次的话，请问你要对几次你要对10次？不可能，不是10次9次啊，不可能。好，你要做的事情是预想。那这边要先解哪一边？先解哪一个呢？其实哪一个都可以，因为这就是2种完全不同的情境嘛，对不对？好，比如说现在好，我们现在就先选择，刚刚我们不是说先解第一个嘛，对不对？现在我们开始换个口味，先解第二个。好，我们现在先解这个好了，打的规一点，然后打非传统，对吧？好，那我们先想一下，打的规一点，刚刚文章里面说是适合什么样的人？我比对手弱的人嘛，对不对？我的经验比对手少的人，对吧？这是适合这样子。好，然后再来呢，第二个。非传统适合什么样的人？那当然我们就一定要回去文章定位，因为那个规则我们不很难内化，对不对？所以非传统的开局是适合什么？对手只懂传统的人。所以这边我们的预想就很明确了，对手必须要比我强，经验比我多，但是他的开局只懂传统开局，我这样打他最有利，对吧？好，就是透过这句话跟什么？跟这句话结合在一起。好，所以我们来看第一个说什么？他说你跟你的对手都了解相同的开局方式。可是问题是你有讲到对手跟我的经验吗？没有啊。我们刚刚不是有2个要素吗？第一个是我的经验要比你弱，经验比你少。
哦，我比你菜。第二个是对手是熟悉传统开局，对不对？可是你这个没有讲到经验啊，所以直接秒删了。好，第二个，对手的经验比我多，OK，有讲到第一个，但是他只懂传统开局，OK，中了就选这个了。来，你说 Dusty，那我为什么不去看其他选项呢？好，来这边我就要讲到一个上课没有讲到，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补充的观念，就是我们在做 DI 的题目尤其是 MSR 跟 TPA 的时候，这种选择题我们会选择更激进一点。什么叫激进？就是如果我们在做 CR 或 RC 那种 verbal 的题目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说，我们这个选项觉得 OK，那我们还是要尽量把5个选项都看完，因为搞不好别的选项逻辑上更适合，对吧？好，但是呢，在 DI 的尤其是 MSR TPA 里面，我们不需要做这件事情。如果你觉得中了就是中，你觉得完全没有错，就选它了。为什么？因为这是起源于出题者来设计这两种题型的本质不同，设计模式的不同。如果是 CR 或 RC，它的混淆选项、陷阱选项的设计，往往都会是，这个逻辑也对，态度也对，只是中间你可能推论的过程中就是隔了一层，隔了2层，所以比较间接，所以这个选项不是那么的好。但是如果是考 TPA 跟 MSR 考的就是细心而已，就是那个选项错，错的很微妙。那个微妙是什么？就是可能文章里面你漏看了一个条件，你没有考虑到一些资讯，所以错。就是指纯粗心的错。所以呢，如果你确定这个东西就完完全全对到文章的资讯，你就不用再去把它拿去跟别人去比接不接近了，就直接选就对了，可以节省你的时间。OK，好当然我这边还是会示范一次全部了。OK，好，像第三个呢，他说你的对手他了解两种开局方式，这个就不符合我们刚刚讲的因为我们刚刚讲，如果你要打非传统有利的话，就是对手只了解传统开局，对不对？好，然后第四个就是你跟你的对手都有同样的经验，这个第一个选项是问题是一样，你只讲到经验，你没有讲到另外一个部分。第一个选项是只讲到开局，没有讲到经验，这边是只讲到经验，没有讲到开局。好，然后第5个选项是什么？说你的对手了解2种开局方式，这个跟我们刚刚的理解不符嘛？我们要的是对手只了解传统，才会对我们有利嘛，对不对？所以这边选的是第2个。好，但是实战上你不用去看下面这3个了啦。好，实战上就是正选法，不是删选法。你确定对了就选了这样子。OK，好，那再来我们看左边这个地方好，这边是我们要打的凶一点，要打传统一点，传统写凶。好，那当然回去文章定位就知道，如果要凶一点的话，就是对手的经验比我弱嘛，对不对？我们刚刚讲到的。那至于传统适合什么样的人？传统适合的是我们在对抗的对手是2种开局方式都了解，或者是2种都不了解，2种都了解或完全都不了解，我们适合用传统开局对他。我们适合用传统开局。OK，好，好，那我们来看第一个说，你跟你的对手都了解一样的开局方式，那这个选项跟刚刚一样啊，我们需要的是2个变数，要的是经验，要的是了解不了解开局。你只讲了一个，你只讲了开局方，所以根据刚刚的逻辑，第一个跟第4个我们都可以跳过了。我们需要是2个变数，一个是经验，一个是你懂不懂开局方式。但是你只提一个变数，那不能成为我们的答案了。然后呢，看第二个我们就不会选了嘛，左边右边已经选的就是不是左边的情况，因为这2个各自独立的情况嘛，对不对？好，那第3个说什么？对手了解2种开局方式，对应到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部分，对不对？好，对应到这个部分。But you have more experience，但是你比他更有经验，所以你可以打得凶一点，所以这个选项就可以直接选。OK，好，那你看考试的时候，如果是这样子，看到这边就选，看到这边就选的话，我们的时间就可以省很多，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的 TPA 能够时间缩在3分钟之内做完，并且把这个释放的题目去处理更多复杂的题型，比如说 MSR，比如说一些比较计算量比较大的 GT，对吧？好，所以考试的时候我们在做 DI 做选择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更激进的打法，就是说用正选法，而不是用2轮删选法。好，那第4个说，你跟你的对手都有就是一样的经验，我们刚刚讲过了嘛，只有讲到经验，没办法完整的描述变数，对不对？好，第5个就是你的对手了解2种开局方式，OK，这个前面有对到，然后你的对手经验比你强，不对啊，比我强，我要打得规一点，我怎么可以打得凶一点呢？所以这个选项后面这个经验的地方方向是相反的，所以这个题目答案是第3个跟第2个。OK，所以这个题目里面呢，我们其实第一个也使用了代入法，没有错。好，那第2个点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在做这种散装式的资讯题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去做笔记，但是呢，你一定要记得，你要进选项之前，你要先有个预想，而且这个预想如果可以的话，使用代入法。OK，好，这是第2个。好，那第3个就是因为这种题目会花我们比较多的时间，所以呢，
散装式的逻辑就是看细不细心而已。如果你确定有某个选项完完全全对到文章里面散装的资讯，你们确定没有漏掉细节，你就直接选它了。好，不需要再考虑其他选项，因为你浪费够多时间了。散装题本来就会花比较多时间，好，所以你需要透过这种更激进的打法节省你的时间。好，我们今天来看最后一道题。最后一道题，这是一道数学题，对不对？这个不用我多讲，你看这个地方看到数学就可知道是数学题了，对吧？好，来，在 TPA 里面的数学题跟在真正的 Quant 里面的数学题有什么区别？区别就是这样，就是说它一定会是应用题，它一定会是有故事的题目。OK，好，然后再来就是做这种数学题的时候，你要特别去注意，要看清楚它的条件，就是左栏跟右栏分别是什么因为有些时候你可能会选出两个代数是正确的数字组合，但是它顺序反过来，那你就死得很冤。比如说答案是3跟14好了，结果你选成14跟3，这个组合没有错，可是你顺序选反了，那就跟那个写电脑填卡填错卡一样，不是很冤嘛，对不对？很烂的粗心。好，所以你要特别去注意那个栏位的资讯。好，那做这种数学题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是先看问句了，也不会是先看选项了。看选项没有意义嘛？你看这些一堆莫名其妙的2、3、5、90是数字有什么意义呢？没有意义嘛。所以我们会先做的事情是看文章。好，那你不用去做什么笔记，你也不用去导公式，不要边看边导，这是大忌。为什么？因为你都不知道人家问什么，你导屁啊，对不对？OK，就是先看文章就好，好不好？好，安安心心的看完文章，看完问句再回来去导，当做很单纯的数学题算就可以了。好，我们现在来看首先他说，a certain company during year Y, exactly 6 company employees transferred to the accounting department from another department, and exactly 4 employees transfer out of the accounting department to another department. 在某一个年份Y 年的某一间公司然后呢，有6个员工从别的部门转调到会计的部门有没有看到 from another department 转调进来的？所以这6个是转调进来的。And exactly 4 employees transferring out of the accounting department to the another department， 然后我们转出了4个人，就是进了6个从别的部门转入的，然后呢走了4个转到别的部门了。好 ，and during year Y， 而且在这一年里面呢 ，the company hired some new employees for the accounting department， 公司也从外面请进来多几个人，对吧？And some accounting department employees they left the company， 然后呢，也有几个人是直接辞职离开整间公司，他不是转到别的部门，他是直接离开整间公司这样子。At the end of year Y， 在今年年底的时候呢，there were exactly 5 more employees in the accounting department than there wer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在年底的时候，刚好就是整个部门里面的人比年初还多5个人，这样子。OK， 好，那这道题呢，那怎么去列式比较理解呢？比较好理解，你就可以想象，好，我们今天当然我会用代入的方式好，你可以先把重点放在这个地方，好，重点我们刚刚是不是说了，总体跟去年比较来看的话，对不对？其实是比去年多5个人，对不对？对吧？而这多5个人呢，其实我们已经可以知道了，这多5个人里面呢，其中有多2个人是什么？有多2个人是来自于就是公司内部的转入减转出，对不对？就是别的部门里面来了6个人，然后呢，再从我们这个部门里面去别的部门4个人。所以呢，公司内部的转入跟转出，转入的从别的部门转来6个，转到别的部门4个，所以呢，这多5个里面有2个是属于这部分。那也就是说，有3个是属于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从外面新聘的，再减掉再减掉从公司里面离职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这2个栏位它要满足的关系是什么？叫做新聘减离职是正散，就这样的关系。OK， 好，所以你来看说，到底新聘跟离职哪一个对在一起可以变成是正散？
那当然呢，我们就可以很快来去对了。比如说这边如果新品是2，不可能，你怎么减都是负的。3减掉3就等于0，对不对？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呢，5呢，如果是5可不可以？诶，有可能可以。为什么？因为你看哦，如果是5的话，这个地方就是2，所以这样子就可以直接达到。哦，不好意思，这边应该是5，这边应该是2，这样就可以直接达到5减掉2等于3，对不对？就可以直接选了。那你说到这点，我要不要检查9？我要不要检查14？除非这道题目里面它的问句有讲说我们要选择一个最大值或者是最小值，我们才要去考虑1个以上的组合。那么这道题目呢，它只要我们去选择 consistent，代表说这道题目的设计就只有一种组合。所以如果你发现这个组合完全符合文章的条件，没有任何其他的隐藏资讯，你确定符合，那也要打的激进一点，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你可以直接选它，没有问题。好，但是你要注意哦，你要先确定这道题目问的不是最大或最小值，万一他今天要问你的是有没有最大的可能，那你可能就还要再去看9跟14这样子。OK，所以这道题是5跟2。所以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讲的4题。我相信呢，直播课真的非常有意义的点是在于说，我们会随时补充录播课没有的观念。当然我们还是会原则上使用录播课的方法，但是我会随时补充你实际上考试的时候有经验的高分考生他会去使用的技巧。而且这些技巧不是属于说每一道题目都差出去完全不同的解题方式，但是都是根源在我们的解题体系里面的，所以你会非常好适应这样子。OK，好，各位，今天我们关于今天讲的这个 TPA，或者是平常各位准备 TPA 有没有什么额外的问题？好，可以在这个聊天框里面，在这个会议间里面举手，然后呢，我可以帮你把声音打开，然后我来直接亲自回答。这是我们今天的 Q&A 时间，这样子。OK，有吗？关于平常各位在准备那个 TPA 的部分，有的话你可以按下举手的按钮，有吗？哦，大家都好安静。好，各位好，那先谢谢各位今天的参与。好，那我们下一次的 DI 就是我这边负责的 DI 了。哦，我这边负责的 DI，不是讲不是 DI，应该说如果是下一次的 DI，就会是3个礼拜之后回到了 TPA，回到了 MSR。好，那如果是什么？如果是这个如果是那个叫做下一次的我们直播课，那我们就会回到说去讲那个呃 CR 这样子。OK，好，这样的概念。好，CR 我们下一次要讲的话就会是另外一种题型了，因为之前我们都在讲 argument evaluation 嘛，下一次我们就开始讲 argument construction，因为我们那个 GMAT advanced 的题目里面 argument evaluation 都讲完了，下一次要讲的是 AC 的题目了，还有 Plan 的题目了，请各位期待，一定要来参加，好不好？好，各位，今天到这边为止哦。好，那我们赶快去多练习吧。好，今天不浪费各位时间啊，就做练习啦，拜拜，各位，拜拜。